要做有人愿意买单的事情。控制狂的职业冒险之路。2010年，德里克·西弗斯做了一个关于创造力和领导力的 TED 演讲。在开讲后不久，他放了一个视频，画面中是参加一场户外音乐会的人群。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开始独自起舞，坐在旁边的观众好奇地看着他。一个领导者需要有勇气站出来，甚至面对讥笑，西弗斯说。但是过了不久，第二个年轻人加入了，也开始舞起来。现在来了第一个追随者，他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一个追随者将一个孤独怪人转变成了一个领导者。随着视频继续播放，现在已经有几个人加入了舞蹈的行列，然后又有了几个。视频放到2分钟的时候，跳舞的人已经发展成为了一大群。女士们、先生们，运动就是这么形成的。观众起来为西弗斯鼓掌，他鞠了一躬，然后独自在舞台上扭了几下。没人会说西弗斯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在其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扮演着第一个舞蹈者的角色。他首先做出了一个冒险的举动，为的是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上取得最大的自主力。这样做也让他看起来就像那个独自起舞的孤独怪人。然而，在西弗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后总会出现第二个舞蹈者。这个人肯定了他的决策，接着会有一大群人出现，使他的举动最终取得成功。他的第一个冒险举动是在1992年，当时他辞去了在华纳兄弟一份很好的工作，转而全职追求音乐创作。他演奏吉他，并且和日本音乐家、制作人坂龙一一起巡回演出。据各方面的评价，他做得相当不错。他的第二个重要举动发生在1997年，也就是他创办的 CD 宝贝的时候。这是一家帮助独立艺术家在线出售音乐唱片的公司。在 iTunes 还没出现的年代，它满足了独立音乐人的关键需求，因此发展起来。2008年，他把这家公司以22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制盘者公司。职业发展到了这一步，按照传统的观念，西弗斯应该搬到旧金山城外的豪宅里，去当一个天使投资人。然而，西弗斯从来不屑于传统思维，相反，他把出售公司所得的所有收入投给了一家慈善基金，用于支持音乐教育，而自己则靠着法律允许范围内最少利息生活。后来他卖掉了自己的财产，开始周游世界，为的是寻找一处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来生活。当我和他通上话时，他正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好在它令你感到轻松。它不是想留住你，而是可以作为一个基地来让你探索其他地方。他说。我问他为什么要住在国外，他回答，在我人生中，我遵循一条规则，那就是什么吓人我就做什么。我已经住遍了美国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对我来说，最吓人的就是不在这个国家生活。西弗斯留出时间来阅读、学习普通话以及周游世界。在做完这些之后，他最近将精力转向了一家新公司——脏活助手。这家公司的服务让音乐人可以将无聊的工作外包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重要的创作活动上。创办这家公司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玩。我对西弗斯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热爱自主力。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做出一些重要的举动，通常要面对阻力，从而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上取得更多的自主力。他不仅热爱自主，而且非常成功地取得了自主力。因此我才通过电话接通了人在新加坡的他，想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我问他，具体来说是以什么标准来决定投入或放弃某些项目的。其实我要的是指引他避开前面所提到的那个自主力陷阱的具体途径。
值得庆幸的是，他的答案既简单又出奇的有效。信守财务可行性法则。我向西弗斯解释了自己的问题，他一听就明白了。你是说，有没有某种头脑中的算法，可以让一个有着20年成功事业的律师，不会突然就说，你知道，我喜欢按摩，我就去做按摩师？他问。对，就是这样，我答道。西弗斯想了一会儿。我在金钱方面有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凌驾于我其他的人生原则之上。他说，要做有人愿意买单的事。西弗斯声明，他说的不是为了拥有财富而赚钱。别忘了，这个人在出售了自己的公司后，放弃了2200万美元，并且卖掉了自己的家产。相反，他解释说，钱是中性的价值指标，赚钱的目的是让自己有价值。职场竞争力。西弗斯还强调，这条法则明显不适用于各种爱好。比如，我想学习用水肺潜水，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别人不会出钱让我干这个，我不在乎。不管怎样，我都要去试一试。但涉及影响核心事业的决策，金钱仍是判断价值的一个有效标准。假如你很难在某个想法上筹到资金，或者正在考虑去做无关的工作来支持这个想法，那么你需要再好好想一想。西弗斯的事业以追求创意为核心，乍一看，这份事业跟金钱这样粗俗乏味的事物似乎沾不上边，但是他按照这种头脑算法的思路，重新梳理了一遍自己的发展历程，然后一切突然说得通了。例如，他的第一个重要举动是在1992年成为一名职业音乐人。根据西弗斯的说法，他开始时只在晚上和周末去搞音乐。我一直没丢掉正职，直到靠音乐赚了钱。他的第二个重要举动是创办了 CD 宝贝。同样，在建立起一个可以盈利的客户基础前，他并没有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有人问我是如何为自己的事业筹到资金的。他说，我告诉他们说我先卖一张 CD， 这样我就有足够的钱再卖2张。他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回想起来，西弗斯争取自主力的种种行为仍不失为不寻常的大手笔。然而，考虑到他这套只做有人愿意买单的事情的头脑算法，这些行为的风险看起来也就小得多了。他的这个想法太强大了，因而我给他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叫财务可行性法则。在决定是不是应该追求某项有吸引力的活动，从而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增加自主力时，你应当调查一下别人是不是愿意为之买单。如果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那就继续追求；如果找不到，那就维持现状。我开始仔细思考这条法则，并且发现它一次又一次地适用于那些在职业上成功取得更多自主力的人。想要理解这条法则，就要注意愿意为之买单有多种定义。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即顾客为某种商品或服务支付费用，但它还可以表现为获得某笔贷款、收到外部投资，或者更常见的是说服某个雇主雇佣你或继续付你工资。只要你对灵活的定义愿意为之买单没有异议，就会看到这条法则无处不在。我们以火红农场的瑞恩为例，受过很多良好教育的城里人，由于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便买了一些土地，然后努力地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失败了。瑞恩不同于他的地方在于，他先是确立了人们愿意为他的经营农场买单，然后才去尝试。更具体来说，因为他不是有钱的银行家，所以他需要从马萨诸塞农场服务局贷一笔款来购买自己的第一块地。但是农场服务局的收款不是很容易就能贷到的，你必须提交一份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并且让他们相信你真的能靠农场赚钱。凭借自己10年的经验，瑞恩有本事来说服他们。露露的例子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个法则在实际中的应用。这一次愿意为之买单，说的是他的薪水。在谋求更自主权方面，
他的判断依据是，在做出某项举动时，是不是有人愿意雇佣他或者继续付他薪水。他的第一个重要举动是把工作时间降为每周30小时，他的雇主同意了，因此他知道自己有足够的资本来支持这一改变。在后面的工作中，无论是请3个月的假，还是坚持不受时间限制，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工作，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自主力，而且他获得了许可。他的雇主们接受了这些行为。假如他没有那么多职场资本，他们可能早就毫无顾虑地跟他说再见了。另一方面，如果研究一下那些在事业上引入更多自主力未果的案例，你往往会发现他们忽视了这条法则。例如之前提到的简，他带着一个模糊的想法从大学退了学，设想着某种网络业务能支持他冒险的生活方式。假如早点认识西弗斯，他大概会暂缓那样的做法，等到他真正确认自己可以靠网络赚钱。在他的案例中，这条法则基本很好的发挥作用，因为一个简单的尝试可能会让他明白被动收入型网站更像一种传说而非现实。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急于中断学业了。不是说简必须屈从于某种无聊的工作，相反，这条法则也许会给他提供一个框架，从而继续探索实现自己冒险假设的各种可能性。最后，他也许会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